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贝利 P 已经在国际服出现了，那我本人也是把3天的转盘全部都转满了，并且是已经把贝利给觉醒了，所以今天就稍微做一个贝利的测试。那么因为我2个账号都还没有开始 KVK 的关系啊，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实战，可能要等之后才有结果。不过今天这个测试呢，也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啦，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么在刚刚的画面上，我已经分享了贝利的天赋，其实它的天赋也没有什么用到啦，只是扫填的时候会用到而已。那么在说总结之前呢，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是怎样去测试的。我是用小号派出了1个部队，然后我自己本身携带5个部队，因为贝利的技能必须要5队以上才会有效果，所以任何的单挑测试呢都是不能够成立的。那么装备方面呢，我并不会给贝利我最好的装备还有军器，免得有一些玩家说，哦，你把这么好的装备军器放在他身上，他肯定是最强的队伍。所以每一次当我要用不同的统帅跟贝利搭配的时候，我都是固定用这一套装备还有军器，不会更换别的军器跟装备。不过我会分享每一次搭配不同统帅的时候，那些统帅的天赋是怎么样的。OK， 那么正式开始进入今天的测试。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时常会问到的，当你们的队伍安排贝利之后，自己的队伍会不会有所提升？首先给大家看第一个测试，里面包含的统帅有项羽、炮王、萨拉丁、里程碑、斯基珍德、查士丁尼、贝特兰、霍去病、威廉，然后目标也就是我的小号会携带埃塞尔布迪卡。OK，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队伍是完全没有搭配贝利的情况下，埃塞尔布迪卡在被攻击之后出来的结果，每个同样的搭配测试我都会测试3次，然后加起来算成平均数出来的结果。除了计算每个队伍的平均数之外，还会把每一个队伍全部加起来再算上平均数，这样比较方便去对比其他的队伍搭配的时候。那么到了第2组搭配的时候，我把原本的项羽、炮王换成项羽贝利，把炮王移除掉了，加入贝利进来队伍。而其他的搭配依然是固定的，像萨拉丁、里程碑、斯基珍德、查士丁尼、贝特兰、霍去病、威廉全部都一样，全部的装备军器都是用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表格的对比，上面的列表是属于没有贝利的，下面是有贝利的。重伤从原本的 13.5 万变成13万，反而是下降了，但是轻伤从原本的 6.6 万变成7万，击杀积分提升了，从原本的 6.4 万变成 6.6 万，自己队伍的轻伤重伤反而是提升了，剩余的队伍平均算下来也比之前更少，而且是从整体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跟之前有带贝利跟没有带贝利的情况下其实相差不远，并且最诡异的地方就是没有带贝利的情况下反而会更好，这个是真的比较少见的，就是新的统帅出来的结果反而并不是很好。当然这个只是测试啦，实战可能会不一样。那我要怎么样确定它这个平均数在增加了贝利之后是保持不变呢，或者是都是在这个范围？因为除了这个测试之外，我还有测试不同的组合搭配，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对方的重伤都是大概12万、13万左右，轻伤都是一定会超过 6.5 万左右。不过针对于自己的部队呢，其实这边增加的数目并不是很多，重伤、轻伤、剩余的兵数还有击杀积分都是大概这个范围。那么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再看第2个问题，就是要搭配哪个统帅会比较适合。那么在刚刚我是已经用了项羽贝利，接下来这里我所分享的项羽报告全部都是在队伍里面有安排到贝利的，除了项羽贝利之外，这里还有项羽贞德、项羽炮王、项羽威廉，给各位做参考，项羽搭配哪一位统帅出来的结果是比较好的。那严格来讲，如果是说击杀积分的话，其实用项羽威廉的击杀积分会比较好一点，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是用项羽搭配威廉的话，你们可以发现到他的重伤轻伤会比较多，但是在第2击杀多的就是贝利 P 的搭配，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轻伤重伤都是比威廉的还要更低。不过这个其实是概率的问题啊，因为对方有可能会打中我项羽的几率会高一点，所以你们才会看到项羽威廉的报告，为什么前面2份报告重伤跟轻伤会比较多，只有在第3份报告重伤轻伤才比较少，这个是概率问题。不过其实这个4个组合计算下来呢，其实项羽炮王这个组合呢都有一点不太行了，稍微好一点的就是项羽贞德，再好一点的就是项羽贝利。至于项羽威廉这个组合呢，我觉得大家自行斟酌吧，因为那么刚好他前面2个回合都是被针对的。那当然各位也不要急着先把贝利交给项羽，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其他的搭配。至于萨拉丁里程碑呢，因为这个组合是固定的，所以基本上它这边的浮动没有特别大，没有像刚刚那个关羽的有差别比较远。
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角并不是在萨拉丁或者是里程碑上面，所以我们再跳过下一个。接下来是司机贝利或者是司机贞德。那司机贞德这个组合呢，我是已经用过了至少3次吧，然后司机贝利只是用过1次而已。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司机不管是搭配贝利也好，还是搭配贞德也好，其实那个范围呢都是差不多的。那这个4个报告是已经有加入贝利的情况下嘛，就算是没有加入贝利，也就是我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呢，其实出来的结果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司机贝利这个组合呢，我觉得可有可无，你不一定要用司机搭配贝利，因为出来的结果差异其实真的并不是很大。最后尝试的就是霍去病搭配贝利，因为我是看到霍去病搭配贝利出来的报告有一点怪怪的，所以我就重新搭配了1次。但是各位可以从报告上看到，其实霍去病搭配贝利之后效果并没有比较好反而是霍去病搭配威廉的时候出来的效果会好一点。而且各位你们要记得，当我用霍去病搭配威廉的时候，其实也是打一个目标而已，还不足以达到威廉他需要的那个条件，要打中2个目标才有一些效果。不过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装备军器的问题啊，因为霍去病他使用的装备军器呢是在我全部队伍里面排行第2的。但是当我用霍去病贝利测试的时候，我是给他排行第3的装备。还有一个报告是还没有加入贝利之前的报告，当然那个是测试了，我不确定是不是实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效果。那么最后一个组合搭配呢，就没有办法比较之前了，因为我是用贞德搭配贝利，这2个统帅之前一直都是作为其他统帅的副将，所以我们只能看总体的报告。跟其他的队伍比较的话，是我全部搭配里面剩余的兵量最多，但是击杀数不算是最多的。那其实跟其他的组合搭配看起来是差不多而已，但是问题在于这2个都是副将，如果这2个搭配在一起的话，就变成其他的队伍没有副将选择。像我在测试这个组合的时候，就变成我的司机搭配炮王，但是你可以看到司机搭配炮王的时候，比较起之前的组合，不管是贝利也好还是贞德也好，显然出来的效果就没有像之前这么好了，所以我是个人不太建议把这2个副将搭配在一起啦。当然如果你的统帅不够的情况下，是可以选择这个搭配的。不过如果不比较起原本那些统帅之前的搭配，只是根据这几个统帅搭配贝利的情况来看的话，哪一个会比较合适？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霍去病搭配贝利效果是最好的，因为这个组合可以拿到更高的击杀积分，然后剩余的兵量也算是在平均值。而霍去病搭配贝利出来的结果是最好的，也算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一个是第8代，一个是第9代统帅。接下来就看你们要选择司机贝利还是贞德贝利。最后才是项羽贝利。那如果你是用2队骑兵的话，你可以选择霍去病贝利，然后司机贞德。如果是3队，你们可以用司机贞德、霍去病威廉、项羽贝利。但如果是真的不想要用项羽的话，其实也可以选择司机威廉、霍去病、里程碑、贞德、贝利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还是建议各位，如果你们有3队骑兵以上的时候，才用贝利会比较好。因为你们要知道，今天我攻击的目标只有1个而已。假设是人多的情况下，其实贝利也是针对1个目标而已，对于多个目标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比较起贝利，我还是会优先选择威廉。因为在前面的测试其实看到贝利的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打得不够久的关系啦。然后贝利替换其他统帅搭配呢，其实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所以针对一般玩家实用性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威廉大于贝利的。不过之后我还是会实战测试，看报告如何再跟大家分享。以上是我所有的测试，这个列表就分享给各位看。当然测试归测试啦，实战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但至少我这个测试呢，比较起单挑呢，我觉得参考价值还是稍微高一点啊。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或者是哪一些错误需要纠正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